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《合金弹头 3D》。这款游戏是索尼的 PS2 平台的，06年出品，但是我在得到这张游戏盘的时候已经是07年了。操作方面仍然是跳跃、枪，还有手雷。另外呢，多出了一个近身攻击键，这已经不是自动的了，需要你来手动的自己使用。另外可以瞄准敌方进行攻击，除了瞄准键，还有一个是调整你的视角方向的按键。另外呢，切换武器也是一个组合的键位，所以说本作的操作还是挺复杂的。我当年拿到这款游戏的光盘之后，就草草的通了一遍，但是后来呢就没有再玩了，因为实在是感觉这个操作非常的别扭，尤其是视角方面。刚刚从那个坡上去呢，这个小关就过了，但是呢，场景当中有大量的可以探索的要素，你可以认为是一些小支线，每一个场景几乎都有。所以说这款游戏如果速通，和你把整个场景都探索一遍，这个时长差距是非常大的。我刚才打爆了一个火药桶，竟然炸到我自己了。那马尔科的话，现在是有3滴血，刚才已经掉了1滴了。没错，本作呢是有血条的。这个设定在系列里也不多见。除了视角之外，本作很多的设定你都会感觉到有些另类。咱们开场只能使用马尔科。后面随着你游戏的进度，还可以解锁塔玛、英里和菲奥这样的角色。另外，本作还有升级要素，咱们现在收集的这些素材、旧的人质都可以得到点数，你通过点数可以升级人物的一些属性，甚至是血量的最大值等等。锁定视角这个按键，我感觉使用的不是特别的流畅，尤其是当敌人很多的时候。你其实锁定敌人之后呢，你可以通过右摇杆来切换锁定敌人的目标，但是在快速的战斗当中，这样做就显得非常的仓促。我几乎是无法快速调整到自己要射击的那个敌人，所以说就只能一顿乱射。敌方水里竟然有这种坦克。食人鱼，这食人鱼过来是可以咬到你的，但是如果它在你的视角盲区，你就很难锁定它了。这里呢是第一关的 BOSS， 我先不过去，离远一点把这个坦克先打爆。好，这个 BOSS 也可以离远点打，它的射程毕竟有限。游戏当中有大量的可以卡视角的地方。给你个手雷吧，这车被炸了还会跳。打完，这样第一大关过关。游戏的流程还是很长的，至少有11关左右。而且呢，咱们可以选择的这4个角色，它的主线的流程、关卡顺序甚至关卡是不同的。哦，这是艾伦。游戏当中加入了大量的这种3D 的过场动画，这里呢只给大家演示一段吧。咱们看到了英里、塔玛还有菲奥。塔玛驾驶着合金弹头，踩油门吧，油门踩到底啊！好，他冲上去了，这是按了 AB， 引爆键。果然炸了一大片敌人。好的，咱们开始第2关。第2关开始就给了咱们一辆合金弹头，但是跟大家说一下，我觉得本作开着合金弹头实在是一种负担。本身操作人物的时候，我感觉视角的锁定方面就已经很不舒服了，开坦克的时候更是，尤其在移动当中。好，我都快撞到墙了。
这个车里是有武器的，所以我开过来再打它。因为本作的一些武器掉到地上之后会快速的消失。我的天，这个货用摩托车来别我的坦克呀！这里我快点往前冲了。天上这个飞机呢，你想锁定它是很困难的，需要把视角抬起来。而且本关这里切换的时候，你坦克是带不过来的，所以我就跳车了。都知道坦克好，可以挨几发子弹，都想按 F， 但是这里带不过来啊。这里敌人非常的多，看锁定的时候就很麻烦，你无法快速的打击你想要干掉的敌人。好，这里有一个回血的道具，我刚刚呢是被摩托撞到，掉了一滴血。手雷还剩5发，手雷的类型也是可以切换的，因为本作呢是相当于身上有一个武器库，你可以把几样武器储存到身上，切换着使用。这个系统在后面的合金弹头已经见到了。这些木箱可以用近身攻击来打。这个近身攻击我实在是想不起来用，因为它是一个单独的按键了，它已经不是自动的了。很多的细节和原来的街机版也不一样。我掏出了 H， 这个 H 大概有400-500发，一拳灭了。S 的话，我感觉本作不好用了，打击的范围没办法掌握。哦，对面发射出导弹了，在这个箱子后面是一个导弹车，这种运兵车，好，往往它会给道具的，那里是出口。2关2，每过一小关，它都会统计这些数据，包括你捡到的各种素材以及得分。还有一个 H 啊，我吃到了。刚刚大概已经是一个极限的时间了。如果你在屏幕的边缘看到一个武器的话，你是无法吃到的，赶到那之前它就已经消失了。这应该可以跳过去，没有别的东西了吧？把这2个捡了。好，这有个屋子，这就相当于一个支线。看这里边还有个人质，给了咱们一个回血道具。哦，我的天，怎么一回头被坦克堵在屋里了？这个过分了，有点陷阱的意思了。这3D 视角如果是自动的就好，自动的向你的面前进行调整，慢慢调整。如果你按方向调整键的话，它在进行快速的运动，否则这个视角实在是有点别扭。敌全灭。我刚刚看到一个坦克，一个导弹发射车，还有一个飞机啊。打飞机我实在是不擅长。对，锁定空中的敌人不是那么容易。最直观的感觉是你的枪抬不起来。大家想一下这件事情严不严重？我枪举不起来。好，这小关也过了。任务完成，那是整个大关过了呀。第3关，有的关卡流程非常的长，如果你把地图上所有要素都探索完的话，有的关卡要打半个小时左右，这个在传统的合金弹头无法想象的。敌方还有热气球，这是一个新单位，他坠毁了。热气球实在是在战场上显得太脆了吧。
房顶上还有，哦，又出现一个，不管它了。这有一辆坦克，还有个运兵车。打爆！啊，手雷，手雷，我能不能吃到了？吃不到了。你看这个时间消失的多快啊，就有点过分，导致很多道具打出来了吃不到。其实有些是我无意打出来的，因为他锁的敌人嘛，快速的就把一些木桶什么的拆掉了。来了一个运输直升机，运来一个合金弹头，咱们要开它了。我其实不大想开坦克，实在是开不好。如果开车还成。别往前走，对面坦克的射程是有限的，咱们远距离把他们干掉。我才发现我的子弹是2排啊，街机版的应该是1排子弹啊，毕竟是2D 的。那我打出个人质，我就不去拿他的东西了。敌全灭，有一些场景呢会给你一些强制的关卡。需要把敌人全部消灭才能继续前进。啊，这是个油，我等一会儿再吃。好像不成啊，它会消失的吧？没了，已经消失了。这里的，现在咱们身后就是本关 BOSS 的所在地了，但是咱们要绕过去开一个开关。天上好像有飞机啊！神烦啊，又得打飞机了。看起来这个坦克在这儿是后面用不了了，因为要进一个小门。我还是跳下来。好，我的坦克也被击毁了，物尽其用了，马上要用不到它了。导弹。R 弹，3关2，这个场景又要求敌全灭。其实现在这个画面已经比 TI2 的实际画面要好很多了。我当年是在打工期间玩的这个游戏。守着一个大概21寸的小电视，哎，他的导弹跟踪啊，从树那边绕过来。其实本作我觉得 SNK 当年还是寄予了厚望的，因为它是合金弹头系列10周年的作品，但很可惜，游戏的素质表现一般。所以说，大家再也没见到合金弹头3D 2代，这也是有原因的。你想想，从 PS2 一直现在到了5代，一直也没有出续作。那本作呢，基本上也就这样了。系列绝唱，算是合金弹头系列的一个外传吧。其实我觉得。如果做3D 的话，完全可以做得更好，但成品呢没有达到玩家的预期，非常可惜。让我击破什么东西？哦，这辆坦克，哇，它开得好快啊！油门踩到底了吗？开坦克比开车都快。好，干掉。直接切换关卡，这些家伙满地的扔地雷啊！我的天，我刚才这好危险！
我走过来，直接屋子里飞出2个人，拿着刀。可以了，咱们现在已经绕到了刚才3关1的那个位置，咱们左转，这里就是本关的 BOSS 战。我把我的射得快的枪掏出来。这个 BOSS 呢可以占一个死角，咱们先把小兵清一下。好，把这个几个小兵清理了，然后咱们站在这个树后，瞄准 BOSS 开始打。这样 BOSS 的主炮打你的时候，他的炮弹都打在树上了，然后呢，咱们在后边可以打到他。这个是有一点逃课打法了。他视角真的是无奈，有的时候视角呢会把咱们卡死的。如果咱们贴的墙角太近，尤其是你在驾驶合金弹头的时候，在一些巷战的时候，真的是难受，视角超级难受。离近一点，扔2颗手雷。但是呢，本关打完这个 BOSS 还不算完全结束啊，后面还有一段。咱们要进入这个建筑的内部。好，打出好多素材。身后应该还有人啊，果然已经向我开枪了。进屋，第3关流程真的是长，相当于2关。我至少本关打了10分钟以上。而且呢，有很多地方我还没有详细的进行探索。哎，他的这个滚雷能跳起来，那我正好站在这儿啊，让这个滚雷从我头上弹出去。好，打他。打完一侧的，咱们就用这侧当做突破口冲进来。有个坦克，开几枪呢，咱们就左右闪避一下。像这个操作，在2D 版本的合金弹头，你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、做不出来的。来，咱们去他后面射他。OK， 打完，出口应该在下面，咱们跳下去。这里还有一小段，过了这儿呢，本关就算过关了。那好吧，本期呢时间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。大家应该也看出来这款游戏的一些基本的特征了。我感觉玩起来视角还是相当的别扭的。3D 虽然有一些新鲜感，但是呢，感觉已经不是合金弹头的味道了，是另外一款游戏了。那好吧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You're great.